2019年的一个寒冷冬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间，34岁的投资银行家杰森·威尔逊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完成季度报告。作为华尔街最年轻有为的金融精英之一，他已经连续工作了72小时，仅靠咖啡和能量饮料维持清醒。当他终于完成报告并发送出去的那一刻，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随后失去了意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他，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焦虑发作，并被诊断出中度抑郁症。我从来没想过这会发生在我身上。杰森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种可以承受任何压力的人。在华尔街，我们把疲惫和透支当作成功的勋章，直到身体彻底罢工，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活着了。杰森的故事并非孤立，在这个追求效率和成功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着类似的精神危机。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硅谷的科技天才，还是普通的上班族，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这种现象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中，我们是否忘记了生活的本质和节奏？最近和一个亲戚吃饭，他说自己98年的小儿子前阵子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具体的症状是近2年来精神状况很差，没活力，喜欢一个人封闭起来。我回想起和他儿子的接触，觉得他平时面对任何人都幽默风趣，实在不像是会陷入抑郁折磨的人。但这也只是我的表面印象。事实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这种看似阳光型的抑郁症，最可能发生在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杰森和这位年轻人的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却常被忽视的品质——自我关怀的能力。在这个鼓励不断前进、不断突破的社会中，我们往往将休息视为懒惰，将自我关怀视为软弱。然而，真正的强者恰恰是那些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倾听自己身心需求的人。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正在陷入精神灾难当中，特别是成年后进入社会，接触到的人多了，被社会毒打了，或是生活中遭遇变故，自己内心的抑郁和内耗情绪无法得到排解，就很容易滑向病理性的抑郁症。这完全无关什么内心脆不脆弱的问题。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近年来患上抑郁症的也多不胜数，像是 Coco 李玟、王嘉尔，甚至是历史上的名人伟人，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林肯等等，也都深受抑郁症的折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将他的抑郁症称为黑狗，这只黑狗伴随了他大半生，即使在他领导英国人民度过2战最黑暗时期的辉煌岁月里，这只黑狗也从未真正离开过他。然而，正是丘吉尔对自己状态的清醒认知和积极应对，使他能够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依然保持清晰的思考和坚定的决心。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曾在一次演讲中分享了他的睡眠哲学。我注意到，当我每晚睡眠不足时，我的决策质量会明显下降。对我来说，8小时的睡眠不是奢侈，而是必须。这位身价1000亿的企业家坚持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他深知身心健康是持续创新和高效工作的基础。好莱坞著名演员休·杰克曼也公开谈论过他如何应对工作压力。在拍摄《金刚狼》系列电影期间，他每天不仅要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要面对繁重的拍摄任务。为了保持身心平衡，他坚持每天进行20分钟的冥想，并称这是他精神卫生的救生圈。回到现代人的生活，大多数人白天干着不喜欢的工作，
晚上靠着短视频和追剧缓解内心的生存焦虑。长期以往，身上的高能量渐渐被掏空，精神上也慢慢出现一种有气无力的油尽灯枯感，内心常常觉得没劲。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忽视，应该尽快开启自我拯救。瑞典的拉冈生活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平衡的视角。拉冈意为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他鼓励人们在工作与休息、奋斗与享受之间找到平衡点。瑞典人相信，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无止境的追求和积累，而在于懂得适度和满足。这种生活态度使瑞典成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丹麦的 Hygge 舒适理念同样值得我们借鉴。Hygge 强调创造温馨、舒适的环境，享受简单的快乐，如与朋友共进晚餐，在壁炉旁读一本好书，或者只是静静地品味一杯热茶。在丹麦人看来，这些看似无用的活动恰恰是生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抵抗现代生活压力的有效方式。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看后台留言，有一条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留言的内容很长，这位读者求助说，我是一位出身农村、年近35的宝妈，现在全职带孩子。2年前和认识了10多年的发小结了婚，为了丈夫的事业发展，选择留在广州。2口子奋斗了10多年，再加上双方父母的帮助，终于贷款在广州购置了一处小房产安了家，也很快有了一胎。这样的日子本来是宁静且美好的，但恰逢丈夫今年3月碰上公司裁员，自己也因为要带娃早早失去了收入，所以现在一家子的情绪状态都很焦灼。孩子一哭闹，自己下意识的就会丢掉耐心，火冒三丈，事后又后悔，感觉每天都处于恐惧和无意义感笼罩的状态里，内心很迷茫，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改善生活，觉得很抑郁。这位宝妈的经历让我想起了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当人们反复经历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时，会逐渐形成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现状，最终放弃尝试。然而，塞利格曼的研究也表明，这种状态是可以被逆转的。通过重建对生活的控制感，哪怕是从小事开始，人们可以逐步摆脱无助感，重获希望和力量。实际上，这不是个例，而是现如今大多数人的常态。每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灯枯油竭的状态里，焦虑值不断叠加，直到精神不堪重负而崩溃。我是见过身边人深受抑郁症折磨的，那是一种不可控的痛苦状态。所以我希望看我文章的每个人，如果你当下被低能量的状态困扰，首先要做的是不再给自己的压力加码，哪怕你的梦想是征服世界，你也先放下它，先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做一些具体的小事，让自己快乐起来。征服世界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课题，身心的健康才是人生的全部。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说，人类的所有不幸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不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这个信息爆炸、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与自己独处，如何享受宁静。然而，正是在这种宁静中，我们才能真正聆听内心的声音，找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坚持跑步，并将这种体验写入《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书中。他认为，长跑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更是一种冥想和自我对话的过程。在一步一步的节奏中，他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和生活的平衡。这种将身体活动与精神修行结合的方式，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现代生活压力的有效途径。我回想自己过去每天都在日更文章，每天都穿梭在选题、写文、写社群分享这几件事上，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安排，但有时候也有思路堵死，或者想半天也找不到好的选题的时候。特别是一开始的几个月，每天抓耳挠腮，熬到3更半夜，就为了把一篇符合自己眼里标准的文章写出来。到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好像身上关于压力的一个气阀一下子松了，一天的疲劳感一股脑倒出来。那段时间我在精神上有非常深刻的油尽灯枯感，就感觉身体和大脑已经进入了一种透支模式。这种体验与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心流是指人在全神贯注于某项活动时，完全投入并忘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时间仿佛静止，疲劳感消失，创造力达到顶峰。然而，要达到心流状态，活动的难度必须与个人能力相匹配，既不会因太简单而感到无聊，也不会因太困难而产生焦虑。当我们的工作或创作超出了这个平衡点，持续的压力就会取代心流，导致精神耗竭。尽管写作本身是我非常重要的爱好，但高强度的更新也逼着我被迫进入紧绷的状态。后来还是我的爱人实在看不下去，开始强制劝我要停下来休息，拉着我去跑步，去做一些无用之事，去唱歌，去海边，去短途旅行。现在回头看，我发现恰恰是这些无用之事，让我能快速把大脑从战斗模式切换成修复模式。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句话提醒我们，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和成就，也是为了体验和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活动，散步、发呆、与朋友闲聊，恰恰是滋养灵魂、恢复精力的重要方式。美国作家安妮·拉莫特在《鸟类的羽毛》一书中写道，几乎所有优秀的写作都来自于我们允许自己放松、玩耍和做梦的能力。创造力不是通过不断地逼迫自己才能获得的，相反，它往往在我们放松、开放心态的时候自然涌现。很多时候人其实就像一块电池，持续的放电却不充电是很危险的，容易因电量亏空而给硬件本身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其实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休息，而是既有超高的执行力，又有随时能停下来休息的能力，自己对身心有统一的调和。一个人事业和人生的成功，几乎和蛮干没有任何关系，关键在于系统性的建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无论多么繁忙，都坚持每天锻炼45分钟，并在晚上9点后留出时间与家人共度。他曾表示，正是这些看似浪费的时间，使他能够在面对全球最复杂问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情绪。谷歌公司的20%时间政策也体现了类似的理念。该政策允许员工将20%的工作时间用于个人感兴趣的项目。看似是效率的浪费，但正是这种自由和创造的空间，催生了 Gmail、谷歌地图等改变世界的产品。很多时候，压力是不会转化成动力的，只会转化成病力。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休息羞耻症，曾经我自己也是，非常努力，非常任劳任怨，但一直到胃病越来越严重，我先天胃就不好，失眠越来越夸张，从一开始的1点到2点到4点5点，一直到去年年底过年期间，我突然在一天晚上突发左耳鸣，症状一直持续了3天。好在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轻度的中耳炎，医生开了些药，叮嘱我好好休息。
这种休息羞耻症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在那些崇尚奋斗文化和996工作制的环境中，人们常常将过度工作视为一种美德，将疲惫当作成功的象征。然而，这种观念正在被科学研究所挑战。哈佛商学院教授莱斯利·佩洛的研究表明，充足的休息不仅不会降低生产力，反而会提高创造力和决策质量。他发现，那些定期休假、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员工，长期来看往往比那些不断加班的员工表现更出色。瑞典的一项实验将工作日从8小时缩短到6小时，结果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病假减少了，整体幸福感增强了。这表明，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工作成果并不成正比，关键在于工作质量和效率。这次体验给我最大的感悟是，人终归不是机器，不可能总是以最大马力往前跑。很多时候，我看似在花很多时间更新内容，但实际上我常常能在2个选题中纠结1-2个小时，思虑过度，导致耗尽心血。现在看来，与其总是焦虑数据和事业，不如把时间线拉长，放下虚荣心。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的生活被细节消耗殆尽，他选择离开城市，在湖边的小屋中生活2年，通过简化生活，亲近自然，寻找生活的本质和意义。虽然我们不必像梭罗那样彻底隐居，但他的经历提醒我们，有时候少即是多，简化生活，减少无谓的消耗，反而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日本的断舍离理念同样值得借鉴。断是指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是指舍弃多余的废物，离是指脱离对物品的执着。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物质层面，也适用于精神层面。通过断绝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舍弃无意义的信息消费，脱离对他人评价的执着，我们可以为内心创造更多的空间和自由。人这一生最傻的行为，是一直在向无关紧要的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却常常忽略了自身的感受和身心健康。如果站在漫长的时间维度下，你我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努力无法让你成功。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战略选择上足够正确，在一个领域内积累的足够深厚，自己够不够热爱，在实现理想生活的过程中快不快乐。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在《论生命的短暂》中写道：生命并非短暂，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他认为，真正的生活不在于活了多少年，而在于活出了多少意义。当我们将大量时间浪费在焦虑、攀比和无意义的忙碌中时，生命自然显得短暂而匮乏。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提出，真正的幸福来源于2种和谐：与自己的和谐，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前者需要我们接纳自己的局限，不苛求完美；后者则需要我们放下比较和竞争的心态，真诚地与他人连接。想想人生只有3万天，焦虑就会消失大半。而且成功来得晚一些，又有什么所谓呢？请记住，盲目努力永远无法让你成功。人生真正的捷径，不是比谁更能卷，谁更不爱惜身体，谁的命更硬，而是看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擅长和热爱，每天日拱一卒，内心心无旁骛，在建立真正护城河的路上一路狂奔。用这种心态做事，而不是3心2意，又怎么可能竞争不过别人呢？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杰森·威尔逊，在经历了那次健康危机后，他做出了一系列改变。他辞去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型投资咨询公司。他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定期进行户外活动，学会了冥想，
并开始写作，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我现在的收入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10倍。杰森说，最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意义。我不再是一个被工作定义的人，而是一个有工作的完整的人。杰森的转变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不是外在的成就和认可，而是内在的平衡和满足。在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中，学会放慢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关注真正重要的事物，或许是我们能给自己的最好礼物。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是灵魂按照美德的完善活动，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当我们将注意力从外在的成就转向内在的成长，从无休止的追求转向当下的体验，我们就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平衡。生命不是一场马拉松，而是一次旅程。在这个旅程中，重要的不是我们能跑多快多远，而是我们能看到多少风景，体验多少感动，创造多少意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旅程中找到那个既能奋斗又能休息，既有目标又有当下，既追求成就又真实健康的平衡点。因为最终，生活的艺术不在于消灭风暴，而在于学会在风雨中跳舞。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